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？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，怎么称呼对方才得体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教中文的雪梨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在中国文化下，不同的场合怎么得体的称呼对方。我会用礼貌指数和友好指数来为每个用法分级。一般来说，越礼貌，使用的场合就越正式，表达的尊敬程度越高，但是也会拉大和对方的距离。越友好，就显得越热情，关系越亲近，但是礼貌和尊敬的程度就没那么高。我们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学的第二句话就是“你叫什么名字”。但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，很多时候问这个问题是不太合适的。不需要很礼貌的场合，你才会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比如老师问学生，老板问员工，长辈问晚辈，医生问病人，工作人员问来办手续的人。这时候他们需要知道对方的全名，才会问你叫什么名字。但是反过来就不太礼貌。如果你直接问你的老师、你的老板或者年纪比你大很多的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名字其实是比较私密的信息。朋友之间可以直接叫对方的名字，身份地位高的人可以叫地位低的人的名字。比如老师可以叫学生的名字，但反过来学生叫老师的名字就很不礼貌。所以在需要尊重对方的时候，或者对关系不太近的人，问对方的姓，用姓来称呼对方是更得体的。你可以用这两个句子：您贵姓？您的姓很贵，所以这是非常礼貌的说法。那回答是免贵姓，意思是我的姓不贵，是一种自谦的回答。或者就我姓什么什么，比如我的姓是黄，那别人问我您贵姓，我就说免贵姓黄，或者我姓黄。如果不想要这么客气，更友好一点，那简单一点可以说您姓什么，你姓什么。这时候就回答我姓就可以了。别人没有说贵，您贵姓的贵，那回答的时候也不要说免贵，直接说我姓就可以了。或者你可以问怎么称呼您，我更喜欢这个句子，很礼貌，但是又不会显得有很大的距离感，对方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回答。可能会回答他们的姓、他们的名字，甚至他们的昵称，你就可以用他们希望的方式来称呼他们。比如对方问我怎么称呼，如果是我的老师、医生、老板问我，我就告诉他们我的全名，我叫黄浩洋。如果是服务人员问我，那我可能就回答我的姓，我姓黄，他们可能就会叫我黄小姐。如果朋友问我，那可能我会回答我的昵称，我会说你可以叫我雪梨。一般见到新朋友的时候，我也会问怎么称呼。当然，认识朋友你也可以直接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太直接了。第一次认识的朋友也还是陌生人，对吧？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尊重一下对方，所以我一般会问怎么称呼。先来说一个常识，中国人的姓名，姓在前面，名在后面。比如铃兰，铃是姓，兰就是名。再比如李狗蛋，李是姓，狗蛋就是名。中国人的名字一般是2个字或者3个字，有时候是4个字，多于4个字的名字不太常见。我们刚才说，如果你是老师、
医生、老板、前辈，你的社交地位比对方高，或者是平等的关系，你可以直接叫对方的名字。我们在称呼别人名字的时候，总是用两个字来称呼对方，这样比较亲切。比如林兰，这是一个两个字的姓名，那就连名带姓一起叫，就叫对方林兰。如果是三个字或者多于三个字的名字，我们一般不叫姓，就叫名字。比如李狗蛋，这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，那我们就不用他的姓，就叫他狗蛋，显得比较亲切。当然，如果你严肃或者生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叫对方的全名李狗蛋，叫对方的全名就很有气势。我妈叫我全名黄浩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。如果你想要向对方表示敬意，就不可以叫他们的名字了。我们刚才说过，用姓来称呼对方是更礼貌的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格式：姓加上称号，姓在前面，称号在后面。我们用我的姓黄来做例子。最常用的就是先生、小姐、女士，你可以叫黄先生、黄小姐、黄女士。我见过很多老师会告诉学生，小姐是妓女的意思。其实这是上个世纪的说法了，现在你用小姐这个词还是很正常的，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。年轻的女性就可以叫小姐。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她们的年龄，那就用女士。成年的女性都可以用女士来称呼，这种叫法很正式，但是也有距离感。注意，除非在一些特殊的场合，尽量不要用太太这个称呼。中国女性婚后是不跟丈夫姓的，一些女性会觉得太太是不尊重女性地位的称呼。还有一种姓加称号的用法是姓加职业。用这种称呼的时候，你知道对方的职业，所以你们的关系就比陌生人更亲近一点，需要经常打交道的。但是你们的关系又没有朋友和家人那么亲近，需要表示一些敬意，这时候就可以用姓加职业来称呼对方。比如我姓黄，我是老师，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学生，都可以叫我黄老师。如果是医生，就叫黄医生；如果是律师，就叫黄律师；如果是学生，就可以叫黄同学。但是这种用法一般不用于服务行业，服务行业我们喜欢更友好、亲切一些的称谓。我们之前说过，社交地位高的可以叫地位低的人的名字。还有一种用法，我叫它商务休闲的用法，一般在职场或者有工作关系的时候用。你可以根据对方的年龄，年龄大的，一般40岁以上，就可以叫老加上姓。比如叫我的爸爸，就可以叫老黄。年龄小的就可以叫小加上姓的，比如你就可以叫我小黄。这种叫法一般用于工作场合，和你地位平等的同事。一般你不可以叫你的老板老黄，老板的地位比你高，但老板可以叫你老黄。老就是一种尊称了，用来称呼地位同等或者地位比你低的同事，就可以用这种叫法，更亲近一些，而且比直接叫名字显得更专业、更正式一点。叫先生、小姐、女士，太礼貌了，有时候太礼貌就会给人距离感。所以在日常的一些服务行业，或者对路上的陌生人，可以叫帅哥、美女。帅不帅、美不美都没关系，帅哥就是用来叫男性的，美女就是用来叫女性的。一般用来称呼不太老的人，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可以用，
但老人还是要用更礼貌一点的尊称。但是叫一个老人美女帅哥，我觉得他们也会很高兴。这是一种对陌生人非正式的友好称呼，所以一般用于服务行业的互相称呼。在公司、商务场合或者一些严肃的场合用这个称呼是很不合适的。对于一些有专业技术的人员，比如司机、厨师、保安、维修工人，我们可以叫他们师傅。师傅是具有一些专业技术和能力的大师，我们用师傅这个称呼来表达对他们工作的尊敬和对他们能力的肯定。还有一种用来称呼陌生人的方式是用家属称谓，不管你们是不是家人，认不认识，所有和你的阿姨一样年纪的女性，你都可以叫她们阿姨；所有和你的爷爷一样年纪的男性，你都可以叫爷爷、大爷。常用的词汇有阿姨、叔叔、大叔、爷爷、大爷、奶奶、婆婆、小妹、小弟、大哥、大姐。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姓，还可以连姓一起叫，黄阿姨、黄大姐、黄姐等等。这里要注意几个点，小妹小弟不是很礼貌，因为妹妹和弟弟的年龄小，辈分低。年纪大的人可以叫年纪小的人小妹小弟，同辈就尽量不用。还有呢，很多女性不喜欢被叫阿姨和大姐，她们不喜欢被认为是中年妇女，所以我一般就直接叫黄姐，听起来比黄大姐、黄阿姨更年轻一点儿。一些男性不喜欢被叫大叔，叫大哥可以。这种叫法也是一般用于非正式场合的陌生人之间，在路上、商店、饭馆遇到的人、邻居、服务行业都可以用这种叫法。最近几年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叫法，小姐姐、小哥哥，是一种礼貌又友好的方式来称呼陌生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太老了，不可以叫小姐姐、小哥哥。姐和哥是一种辈分比自己大的称谓，表示尊敬，用了小和叠词，又显得很可爱，经常在网络上使用。常见错误，女的和女人怎么用？女人一般是用在文学作品里，写小说的时候可以用。但是在生活中，如果你直接用女人来指称一个人，有性的意味。比如私下里可以叫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妻子，你是我的女人。因为有性的意味，所以不是礼貌的用法，不可以直接用来指称一个人。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比较礼貌的称谓，最普通的用法是女的。比如我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的。有学生就闹过一个笑话，他去办公室找一位老师，就说我要找一个戴眼镜的女人。用女人来指代老师，这就显得非常不礼貌。最好是说我要找一个戴眼镜的老师。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职业，那至少要说我要找一个戴眼镜的女的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你要根据和对方关系的远近，决定你要用哪种礼貌程度的称谓。关系远就要用正式的称谓表示尊敬，关系近就用一些非正式的称谓表示友好。中国人的常用称谓大概就是这些，有很多细节我都讲清楚了吗？如果有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。还想了解哪些中文的用法呢？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整理大家的问题做成专题视频。爱你们，拜拜啦！